我是赵少康，欢迎你来到 TVBS 赵康战情室。在我们现场特别来宾林秉佑议员、林国成委员、尹乃菁小姐、张延廷将军、柯志恩委员、林涛议员。昨天晚上就传来消息我们一个 F-16失事那经过1夜的搜救，到现在还没找到大家都为他祈祷，为他集气了但是这个海象很不好，天气很冷那有没有跳伞？开始空军说有跳伞，但是跳伞大概会有一些讯号会发出来说没找到所以呢，空军司令部说没有截获求生装备的信标的讯号那另外呢，这个 F-16说是张将军也提到了他是有4个杀手对他空间迷向。他可能是空间迷向，然后呢操控的时候撞到地了，以为是上天了，结果下了地了夜航最容易发生空军说这个辛博义上尉该做的事情也都做了但是呢就失事了那另外呢，所以他这个是 F-16叫做凤展升级案子他就是我们大概在民国82、83年的时候买了一批 F-16，当时美国还不肯卖我们，我记得非常清楚。后因为法国愿意卖我们幻象2000，美国才说好吧，而且可以增加德州的这个工作机会，才卖了我们了。那现在也将近30年了，28年了那所以呢，我们一直希望买它我们买的是 F-16 AB 型，我们希望买它的 CD， 美国一直不卖，美国就说好，我帮你升级，跟我们特别搞个叫 F-16V， 我们还花了2、3千亿去买了66架 F-16V， 本来今年应该全部交完毕了，66架就一架也没交。去年年底才说，才开始试飞第1架，所以什么时候能交完还不知道那所以呢，空军说这个因为升级有装置 MMC， 就是这种电脑操控了那说呢，任务电脑没有异常没有异常记录因为很多时候都完全交给电脑去操控了，它有各种细微的调节等等那另外呢，它失事以前说有回报 MMC 故障。空军说要查其他的 F-16V 到底有没有问题那另外呢，这个有一个靠北长官粉专，他自己说他是 F-16的资深飞行教官，但是匿名了他说呢，这个飞机 MMC 任务电脑常常故障，而且呢应该有防撞系统，到现在也没安装说到底搞什么就是他自己说他是资深的教官那什么叫 MMC？ 它叫做任务电脑，是飞机的大脑如果它故障就会危及飞行员的安全会让飞行员产生空间迷向那另外呢，这个张将军有说了他说有3个关键问题。第一个是呢，整个他说其实换的东西不多这个只有10几%的零件。第二个呢，因为台湾气候跟美国不同，我们是海岛型气候，所以可能会侵蚀电子系统。实际上也是以前开始的时候，很多那个车辆都是欧洲来的，都很多电子设备常常坏。因为欧洲很干燥到台湾的是常常潮湿很多系统就坏了慢慢调那另外呢，夜航的时候怕有这个飞行的迷向那 F-16现在被停飞了，要检查。到台湾28年有10架坠毁，我们看一下。红色火车突然从空中坠落海面 ，F-16战机坠落意外，花莲封兵的镜头君拍下这一幕。不排除它就是因为在静云，我们飞行在静云的过程中呢，可能会影响到飞行编队的操作，导致它在操作过程中呢产生一些问题。初判是空间迷向导致战机失事，发生事故的战机编号6拐洞洞，累计飞行时数3894小时，飞行员辛博义飞行总时数也有611小时，其中驾驶 F-16的时数超过一半。意外发生当下是在执行夜间飞行训练，没想到在返场时因 MMC 故障出现空间迷向。7点27分，掌机发现云中失散，28分18秒，辛博义回报自己的高度持续下降，4秒后连喊3次跳伞，没想到8秒后光点消失。他是有呼叫跳伞，现在没有得到这个信标机的求救讯号，
所以说呢，我们现在还没有实证可以证明飞行员确实有执行跳伞的动作。有没有确实跳伞不知道，但目前军方全力搜救中。而事发当下，一同训练的长机做了这处置。当时有在原地做盘旋来标定位置，刚好那时候的云层有影响，他在无线电有回报说没有办法目视的标定到它的油量到达这个要返场的油量之后，就申请来做返场。只是战机出事有没有可能是人祸？因为有消息指出，起飞前6拐洞洞才被回报其 MMC 故障。训练过程中呢，确实有报告说 MMC 有发生故障。我们昨天也详实的检查相关的记录，它并没有回报说有哪些装置故障。去年11月出厂到现在都没有很大的重大故障，包含也没有 MMC 系统的故障。空军否认外界传言，但低气压同时也笼罩在连队中。好，那么近5年来呢，就有这么多1、2、3、4、5、6、7个失事记录，有不同的型 F51的、F16的、幻象2000的、AT3教练机的哈，等等哈，有不同的这个飞机哈。来，这个张将军怎么看？我认为的飞行员因为没有 URT33，我们弹射跳伞的时候，你那个伞跟伞打开的时候 ，URT33就会作动，作动就 b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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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u， 这个讯号就要出来了，你就可以信标，但是没有听到啊。那没有听到，反正就要伞没打开。那伞没打开，飞行员有没有弹射跳伞，我们就可以大概知道一些谱。那在这种，你看它整个撞击海面那个角度哦，大概是50度，换句话说，下降率非常的大，俯冲角大概50度，下降率是每1分钟7000英尺。你看那个俯冲角度多大？那飞行员来不及弹射跳伞，而且就算弹射跳伞，因为有惯性砸向海面，你是以每1分钟7000英尺的速度惯性向下。那弹射跳伞出来状况也非常不利，而且他这一次讲话的时候是高度只有1700英尺，也就是不到600公尺，就是101的高度。拿101的高度那么大的俯冲角，就算弹射跳伞出来也非常不利，可能伞还没有开就撞击到海面，有可能性非常高。因为你甩出装罩打开，弹射出来，人乙分离，再人伞分离，人伞分离之后伞再打开。这个大概前后整个，就算你拉射弹射说明，大概要2、3秒才会人伞打开，就是伞打开。那这样子的状况，飞行员有没有弹射跳伞？我认为它蛮严峻的。我们回放一下，他在云中他就讲，他的无线电有喊出来云中失散。我们只要没有看到这个长机，因为昨天晚上是夜航，那就看编队灯跟航行灯，因为你看不到整架飞机，因为晚上是黑的，然后穿云下来。穿云下来，云很黑才会云中失散，因为看不到飞机，你就要云中失散，要不然2个会撞在一起。那云中失散就要撤开，那一撤开之后呢，2架的单机就各飞各的了。那在各飞各的状况之下，这个 MMC 的模组化的这个任务电脑故障，它有喊出来故障。那如果是故障的状况，这仪表不可信赖，我们产生要靠人，我们都会有错觉，有空间迷向。那我们遇到这个状况，就先相信仪表。但仪表现在不能相信，因为它的失效灯已经亮了，那你就要相信自己了。那自己又错觉了，又是晚上，那晚上更不好，因为晚上没有标的物可以参考。白天的时候你可以看得到，要看到海面或者看到陆地了。你晚上的时候，哪边是海，哪边是云啊，搞不清楚。仪表也不能看，自己又错觉，那3个状况加在一起啊。那云中失散表示说云非常的厚。我们看到那个气象的报告。2500英尺是裂云，裂云就是7%，你整个天空分8份，7%要裂云。那5000英尺又是裂云，又是7%，换句话说一直在云，2500英尺一层云，5000英尺又是一层云，你除以3就变成公尺了。那这样子云层都是非常的厚。那既然有云层非常厚，我判断气流都不是那么稳定。那气流又不稳，你云层厚，你又在转弯，又在下降，你这个变来变去之后，你都会错觉。又是晚上又比白天容易错觉，那这样的话，好多的不利的情况，通通加在一起，所以这造成这一位新上尉这一方面的挑战是难度的非常的高。那怎么样去死里逃生？那我认为对他来讲，压力还有任务的负荷非常的大。然后我们看那个最后面那个光点，50度角度上，最后面有撞海面爆炸，那么大的速度飞那么大的撞击海面，那跟撞在地面上是一样的。还就这么快的速度，那个海面等于像水泥块一样，对，所以坚硬的，对，水泥块一样。然后你也知道那边有洋流，洋流是每1个小时漂3公里，
那你现在经过将近20个小时，已经飘到60公里了。就算有弹射伞，不能在原点找，你要到60公里的半径范围去找了，因为随着洋流已经飘开了。所以看好多的不利的因素加在一起，也会造成搜救的困难。但空军像这种夜间的这个飞行啊，是目的何在？就晚上战斗机为什么要晚上飞？晚上我们一定要保持飞行的能力。我们有规定，每1个月每一个飞行员要有1批或者1小时以上的飞行时间，你才能够保持。如果没有的话，你就丧失夜航的资格。下一个月你就要双座带飞之后才可以飞单座，那他就要保持飞行。1月6号啊，那刚开始啊，赶快先飞，因为后面的天气好不好不知道。那昨天天气也不好啊，昨天天气不好，但是合乎开飞标准啊。那可不可以又有备降场，那就合乎开飞标准。问题是什么时候不合标准？能见度，然后能见度不合标准，或者云幕高够低，没有办法。然后另外一个没有备降场也不可以。那昨天可能有备降场，但是问题是这一架飞机哦，白天一定飞过，因为我们知道晚上飞夜航的飞机白天要飞过，而且白天要妥善才可以。但是这一架6拐洞这一架飞机，听说前一阵子按照它的修复表，曾经有 MMC 就是模组化任务电脑失效，那是不是又重犯了？是不是从常发的故障？我认为不要完全排除，因为以前我也是这个状况，从常发故障，我们的修复表签了，进场了修了，后来地面检视良好，一起飞又是故障，变成重发故障或常发故障，有没有这种状况呢？我认为后勤单位或维修单位有必要深入来研究调查。好吧，这个国民党党团啊说呢，民进党政府拿军官的这个跟兵的性命当人肉断盘啊。那因为现在呢，这个是不是后勤维修能力不足，人才快速流失啊？那另外呢，国民党团说应该立即编军人加薪的预算，才能提升实质战力，也为失事的军官祈福了哈。那美国现在欠台湾200亿美金的这个军售他没来，我们买66架 F-16V 新式战机也没来，那所以民众党说啊，不是要弥补战力的空隙吗？那为什么到现在为止也不来呢？然后呢，这个国防部还说军购案也不能求偿，所以呢就不来，那看你又能怎么办呢？休息再回来。杜蜜月他从他的梦想叫这个新上尉就想到冰岛、芬兰去度假，北欧嘛，看看极光啊，看看那边不同的冰岛的那个地形地貌完全不一样，好像什么月球像其他星球不像是在地球上的啊。结婚7个月，他想去结婚才没多久，对，而且他的太太也是在花莲空军基地服务那回来才2天。结果呢，就现在跳伞失联了，所以他为人平常为人很亲切，澎湖人啊。那另外呢，这个因为太忙了，所以没有时间请婚假。现在刚好是呢战争演习的空档了，所以用这个空档去度蜜月，然后才归建。所以你看结婚照，你看他那个新婚太太多难过他家人也难过，姐姐就哭喊。我们听了都难过。昨天晚上一听我就心一紧，这个天气那么冷海里面8级风浪，因为我在8级风浪出海过，坐海军的军舰到金门去，8级风浪吐的，全船都在吐，女生都在哭。假如这个船是呼，然后这个舱的人咣在这边呼咣敲，砰摔下来，啪一下。我好像吐到胆汁都出来了，不是只是胃里的东西，那是8级风了那所以现在海象不好他在花莲空军基地起飞是昨天傍晚的6点17分，然后1个多钟头有12分钟以后7点29分失事有没有跳伞？如果跳伞，应该在失事点跳伞了然后丰滨这一带看起来在这个地方跳伞所以呢，这个它编号刚刚将军也讲67洞那飞行总时速飞行了611个小时。那另外呢，这个现场有些画面曝光了，就是海象非常恶劣，有浪然后呢，搜救难度都会增加很多。不过呢，国防部长他们已经说要持续搜救，绝不放弃那另外呢，这个
在7点23分的时候，飞行高度7600英尺，1公尺3.3英尺了，哦，所以大概这个2000多，2700-800英尺哈。然后呢，很快没有多久，你看了5分钟以后，4分钟多钟后就下降到4000英尺，哦，然后呢，接着立刻就掉到2600英尺，然后最后是1700英尺，600公尺不到，500多公尺，哦，那离花莲大概30几到40海里的这个位置，在7点23分，他呼叫 "Two lost"， 就是空军的这个讲法，大概叫做空中失散啊。然后另外呢，他说我现在高度一直在下降，然后呢，他是2号机哈，又说呢预计他要跳伞，呼叫3次要跳伞，所以他认为他空军开除他一定有跳伞，他讲我要跳伞了，可是找不到伞了哦。当时的温度是海温的24度啊。那潜水教练说，如果没有穿防寒衣，2个小时就会颤抖。他那个飞行衣有没有防寒效果？他有穿飞行夹克，冬天我们都规定要穿飞行夹克，但是会进水，一进水之后，水在牺牲体温，而且在泡了水之后，它的失温的速度是在空气中的20倍，快，那很快就失温了。好，我们看一下，画面可以看见有军方位发射出了照明弹。本艇持续开始进行相关任务。漆黑海面上，照明灯划破夜空，救援人员持续在花莲外海救援 F-16飞官辛博义。一夜过去，救援每分每秒都没停。纵使搜救条件很恶劣 ，F-16坠海之后，从6号的晚间一直到7号的白天，海空搜索不间断，像是在花莲海巡队也只剩下一艘1000吨级的花莲舰留在码头里面。资深气象主播李富成脸书发文表示，目前东部水温大约18度，这温度落水生存大于6小时，低于12小时，希望众神保佑救出飞官。海委会主委管碧玲持续在脸书更新海巡现况，目前累计派遣3舰6艇配合国防部进行海空联合搜救，除了用肉眼目视外，科技救援设备也没少。海巡弟兄手上抱的就是海难测流浮标，这回已投入4枚，用来模拟落水物件路径，及时回传 GPS， 有助于缩小搜救范围，加速寻人。我在做执行跳伞以前，我一定会按照这个无线电呼叫出来之后，就立刻执行跳伞的这个程序。无论何种可能情况，各单位仍在持续搜救当中。来郑。我昨天看到这个新闻快报打出这个讯息的时候，我相信不是只有他们的空军弟兄，还有家人，其实我们所有的人看到都心里就会非常的寒。那这寒不是我们天气本来就很寒。那刚刚也听到将军还有大家就讲说，只要室温2个小时只要掉下2个小时，几乎没有办法。所以今天就有人提出来，你看有人就提出来盘点出了66架。这个 F-16V 没有到之外，我们的防寒飞行衣也希望明年能够抵达，就表示他没有穿，我们目前也没有这个配备，这对于我们的飞行弟兄来说，真是何等讽刺的一件事情。所以呢，将军有他自己专业的判断，然后呢，今天大家也几乎可以认定，以目前来说，人为的因素应该是比较低，然后机械故障的比例会比较高。那我们就要问，为什么会让我们的弟兄完全是处在一个各位，你知道要培训一个飞行官是一个多么昂贵的一件事情，所以说损失飞机当然是其次，28年了。然后呢，我们那位飞官是如此的培养出来，耗费国家多少的这样子的一个财力，然后可以培养这么优秀，就这样不见了。所以我们就在想说，如何能够避免？当然，以在野党的角色，我们当然就要追究本来要交货的，应该要交货的这个16V 为什么到现在没有？而且呢，我们都知道，过去来说是 F-16的 AB 型，但是我们透过很多零件的提升可以到了，但是我们希望能够有个 CD 型，然后要交给我们，目前还看不到。好了，那我们就来看看，那台湾在这个过程来说，跟美国买武器当中，我们难道就只是一个交易者吗？我们可不可以是一个共同者？举例来说，你每次都告诉我们，台湾是一个第一岛链，我们的战略地位多么的重要。如果台湾被界定在这样的一个层面上来说，我们跟美国来做武器交易，就不应该只是一个市场的价格，应该是在我们这个共同的这个原则之下面，我们是否可以在未来在零件的组装、维修，甚至在研发上面，我们是不是可以提出要求，能够更进一步的去深化？否则永远都是一个被动等待的。更不要说我们从过去到现在，我们
不断的探讨，台湾就有这个实力的，不管是我们的螺丝工厂，不管我们的205兵工厂所出产的这个子弹，都是世界级的。那可不可以让我们跟美国在共同的合作之下面，不要每一次都是空空的在等待？所以我们只能说，我们是一个在这一次当中，我们是不是可以在等待过程当中，跟美国真的提出一个条件上面的一个交易？既然你认为我们这么重要，是否在未来的这个防空，在这个武器的这个供应链上面、修护链上面，我们可以占有某种程度的一个角色？再一次的提到了，我们愿意自主国防，我们也愿意付军费，但是呢，可否在延宕的这个过程里面，给台湾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交代？否则这种等待下去，我们的弟兄该怎么办？刚看到另外一消息说，他有那个防撞地的这个什么设备，我们跟美国想买了3年也拿不到，也没有啊，也不能给我们，意思说我们是他最好的朋友哦，说老公天天要打我们，很紧张，那这些武器为什么不给我们呢？来，郭成。我觉得当然了，因为张将军呢在讲啊，虽然困难重重，但是在搜救还在进行。当然，台湾人听到这些话，我们要代替所有的飞行员跟所有的国军，我要告诉赖总统，真的飞行员的保障何在？这些非常重要。那我是觉得我们期待了哈，平安回家是全民共同的愿望，但是我们还是祈求上天保佑有奇迹出现了哈。那我是觉得这里面有几个问题，将军也在这里。我们飞行员从民进党执政到现在，所有全国飞行员离职率、自动退职的几率非常高。请问国防部你都没有注意到吗？为什么人家会提前退休，宁愿赔钱都要提前退休？为什么？那当然，第一，对于军中的这些做法是不敢认同，还有机种的问题、修复的问题，这些就让一个飞行员提心吊胆。我只有问一句话：离出不同的这些飞行安全发生问题，有些获救，当然我们拍拍手。可是有些不幸的，那为什么国防部你都不注意到这个问题非常严重？那另外一个，我们说实在话，明明军人是这么危险的东西，那请问一下，我们的政府你在跟什么？立法院3读通过，帮军人加薪，你们都不愿意加。现在发生这些事情，当然用钱不是我们，民进党立委讲说哦，这个佣兵才会要求加薪，这不是这个问题呀。军人他在打仗，他在训练，视同作战，所以在这个部分，为什么我们现在赖政府都没有去考虑这个问题？到底机种的问题要不要维修？那刚才智恩所讲的，我们订了66架 M16V F16V， 请问一下，本来是在野党逼的情况之下去逼美国要交1架，到最后那个乌克兰战争，又拨给他们，请问一下，这叫做什么经过？所以我是觉得这样，我们期待这个新上尉能够奇迹式的获救，但是我们要感同身受，我们希望赖政府不要用政治照顾官兵，不能用政治去照顾他。我们立法院通过的这些加薪的方案，尽快要通过，不要再搞政治了。好吧，这个 F16夜航训练哈，在花莲外海失联哈。我们的观光署一个东部海岸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它有一个叫做一个照相机啦，把它取绰号叫镜头君啦，说拍到疑似的火光，因为照讲晚上黑黑的，突然有火光出现，那个时间跟失事的时间很接近，说到底是不是在这边坠海？不知道，只是这个火光到底怎么出现的？时间为什么会这么巧？休息再回来。